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雪域喇嘛第三只眼这本书。在西藏的转世神童罗桑在大喇嘛的帮助下呢，即将要在他的额头上开启天眼了。从此呢，他便能够看透人的想法和灵气。他真的有那种通灵和救苦救难的能力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雪域喇嘛传奇。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这期开始呢，会进行抽奖活动，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米亚唐达布喇嘛呢，就告诉这个小罗桑在他8岁生日之后呢，他就可以开天眼了。那天眼就是一种拥有超人的能力。当罗桑8岁生日终于到了的那一天这天呢，他可是自由自在不需要上课，更不用去参加礼拜，只要在黄昏的时分呢，去找米亚唐达布喇嘛即可。罗桑度过了难得的休闲一日，很快呢，白昼已逝呢，黄昏来临。于是呢，他就回到了他平日所待的那间小屋之中。不一会儿呢，门外就传来了一阵柔软的这个毛毡鞋踏着地板前进的嘶嘶声。紧接着呢，走进来3位高阶喇嘛，他们在罗桑的头上安置了一个草药包，并用绷带紧紧的勒住。到了太阳落山之后呢，包括米亚唐达布喇嘛在内的3位喇嘛都来了他的屋里。他们将这个罗桑头上的草药包呢移去并把他的额头擦拭干净。一位孔武有力的这个喇嘛就坐在罗桑的背后，将罗桑的脑袋呢就夹在他的双腿之间。另一位喇嘛呢在旁边辅助他们打开了一个盒子呢，取出了一把闪闪发光的仪器，像是一个打孔钻，但是它的前端呢是 U 型的，而不是圆的，且其这个 U 型的边缘呢还有很多的细齿。这位喇嘛就拿着仪器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他这个头呢就放在那个油灯上来回过了几下，就像是消毒了。而罗桑当时很害怕，他看到这种不同的仪器和一些草药的溶液被摆了出来的时候就很担心。这个时候米亚唐达布喇嘛就告诉他说这种小仪式非常的疼痛，需要他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才能够完成，因此呢，他必须要尽可能的保持镇定。于是呢，小罗桑答应了。而手持这把奇怪仪器的喇嘛呢，就向另外2个喇嘛看了一眼，就问道：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吧。接下来呢，他们就将这个仪器向罗桑的脑门中顶住，并开始转动把手。一开始呢，罗桑就感到好像有人在用针扎脑门一样，当时的时间呢就好像定住了一样。他以为特别疼嘛，但他抵达脑门的时候呢，其实只有一种微微的阵痛感。喇嘛手上越来越用力轻轻地摇晃那个仪器。小罗桑就说呢，这种疼痛并不是十分的尖锐和难以忍受，只是一种压迫和钝痛。在米亚唐达布喇嘛的安慰下呢，罗桑一动没有动他对这位大喇嘛有着绝对的信心。所以米亚唐达布喇嘛呢，在其旁边呢密切关注着他们这个仪式的进行。突然之间呢，他们就听到咯吱一声，那个仪器像是到达了某个位置，于是马上停止了转动，于是紧紧稳住了仪器。之后呢，他们就马上用火焰和药水处理。紧接着呢，一根清洁的木条呢就放入了那个仪器的 U 型位置，让它慢慢的滑落下去，恰好呢就进入了罗桑脑门上那个 U 型的位置之间了。突然之间呢，罗桑就感到了一阵麻麻痒痒的触觉，这种感觉呢似乎位于他的鼻梁之内，然后呢又慢慢消失。随后呢，他又闻到了一种难以辨别的香味，逐渐的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呢，就感觉好像是将他推向了一道深渊，然后眼前又出现了一道闪光。就在这个时候呢，米亚唐达布喇嘛立刻喊了一声停。这个时候呢，疼痛就开始剧烈了起来，犹如炙热的火焰呢在额头上燃烧一般。之后呢，疼痛减轻消失，取而代之的呢是一道螺旋形的色彩，以及一道道白色的烟雾。那些做手术的喇嘛呢，小心翼翼的把那些仪器都收走了，而那根木条呢，居然还留在罗桑的前额，他将保留在那儿2到3个星期的时间，直到取出他的那一天呢，这个仪式才算是完成。而罗桑只好独自一人就待在这个几乎一片漆黑的小屋之中，除了3位喇嘛天天过来继续给他教学以及换药之外任何人不能够前去看望他，直到木条取出的那一天为止。他每天只能够吃喝这种最基本的需要，而喇嘛们呢就将这根木条就牢牢地绑在了罗桑的头上，使其固定不动。之后呢，米亚唐达布喇嘛呢转过身对他说罗桑，从现在开始呢，你就是我们之中的一份子了。从今往后呢，你可以像我们一样见到人们的庐山真面目了，而不是他们伪装出来的样子。罗桑在朦胧之中呢，就看见他们3个人周身有一团团金色的火焰，他当时就觉得十分的奇异直到后来他才明白喇嘛周身所现的那种灵气是金碧辉煌的，是因为他们所过的生活纯真绝顶之故，
因此大多数人的灵气看起来呢就与他们大为不同了。于是之后呢，罗桑的第三眼在几位喇嘛的熟练指导之下呢，逐渐发展，终于就使他能够看出除了这种最内层的灵气之外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发射物存在。等到了一个适当的时机呢，就能够从这些灵气的色泽、强度来断定一个人的情绪状况，并且通过这种色彩波动的情况呢，就能够看出人们是否在说谎。但第三眼要看见的对象不仅仅是人体，喇嘛们还给了罗桑一块水晶。此物呢，在他的身边待了很多年并教他做了许多运用和练习。用第三眼来凝视水晶因为第三眼可以透视任何人的下意识并保留其收集的事实做记录，所以这个水晶呢，必须与使用者的习性相匹配。有些人善用水晶呢，有些人喜欢用玻璃球。也就是说，这个水晶呢是收集一些信息的，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信息。那么在罗桑手术之后的第1个星期呢，房间里几乎一片漆黑。第2个星期呢，起初只有一线朦胧的微光。其后呢，等到这个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光亮逐渐的就增加了。到了第17天呢，房内几乎完全明亮。3位喇嘛呢都一起过来就移除了那根木条，手续也非常简单。头天夜里他们在罗桑的前额也涂了一些药水。次日凌晨的3位喇嘛呢，其中一个用膝盖顶住他的脑袋跟之前一样。于是呢就把木条取了出来，然后呢就安放了一个小草药包，并将那根木条呢就放到了罗桑的眼前。而罗桑看到他的时候就说，这个木条已经像乌木一样漆黑了呀。这个时候其中一个喇嘛呢递给罗桑一个小香炉将那根木条呢放入了香炉之中就燃烧掉了。他们称此种秘法传授的仪式呢也就完成了。当夜睡着的时候呢，罗桑的脑袋一片混乱，因为他就在想现在他的视力不同了嘛，因为开了天眼，那将来将会发生什么呢？次日清晨呢，3位喇嘛再度到来为罗桑做了一番精细的检查。他们说他可以出去与其他孩子一道学习，但又要他拿出一半的时间呢与米亚唐达普喇嘛共处。喇嘛将以密集的教育法来教导他，他的另一半时间呢要用于上课和礼拜嘛，并非为了教育的一面，而是让他能够混合均衡发展。此外呢，罗桑还要接受以催眠法实施的教育。但以当前而言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主要的兴趣在于饮食，因此呢，在过去的18天来呢，他只能吃到少量的食物。现在呢，他急需弥补胃里的亏空。罗桑匆忙走出门来念头只在食物上面。迎面赶来的呢，是一个浑身隐藏在浓雾里的一个形象，还不断的发散着怒红色的斑点和火花的那种光彩。他当时不禁啊了一声吓了一大跳。刚好这个米亚唐达普喇嘛过来呢，看到了就跟他说那是一个怒火中烧的一个大杂僧而已。他的灵气呢像一股浓烟，是因为他没有进一步的升华，所以他只能做这些劳动的体力活。而他的红色的斑纹呢，只是他的脾气发作的结果。现在呢，你可以去找你需要的食物了。自此以后呢，跟罗桑一起上课的一些孩子当中罗桑就可以瞧出他们真正内心的印象了。他就能看到有的是真正喜欢他的，有的是非常嫉妒他的，有的呢是对他漠不关心。这些只是看他们身上发出的色彩，大概就能了解到，还需要进一步的训练以便了解到这些色彩所显示的意义。而米亚唐达普喇嘛就带他坐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注视那些来来往往出入大门的人，一边看一边给他解释。他说，罗桑这过来一个，你看他那根彩线是连在他的心脏上面的，那根彩线和它的震动的作用是显示他的肺有可能有问题。然后呢，又指着一个逐渐接近的商人说道，这个人呢，那个变动的色带呢，那些时隐时现的斑点呢，这就说明这位商人兄弟他想来这里骗一些笨笨的和尚。人们为钱低三下四是很卑微的。等到一位老年和尚来的时候，他就说你细心观察这个，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圣者，但他呢拘泥于经文，法执未除。你看到他呢黄色的背光里面那些小污点了吗？这就表示他没有进步到足以自信的地步。于是这两个人呢就一整天都在这个地方在观察着别人，在学习这个第三眼的能力。一天晚上呢，米亚唐达普喇嘛就对罗桑说稍后我将教你如何闭上第三眼，因为你总不能时时刻刻的总是看着人家的缺陷嘛，那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目前呢暂且如此使用的第三眼，就像你使用你的肉眼一样，稍后呢我们会教你如何关闭。米亚唐达普喇嘛就告诉他说，据说在远古以前呢，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都可以使用第三眼。那个时候呢，诸神在地上行走与人彼此不分。后来人类有了野心呢，企图取代诸神而予以加害嘛。他们不知道人能够看见的事物神能够看得更深远。于是因果报应的结果就是人的第三眼就被封闭了。
于是这个旷劫以来呢，人有少数的天生的人也有天眼通的能力，而罗桑尼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作为一个特殊能力的人而言呢，他必须以审慎和郑重的态度来对待，所以你要将它呢用于善面，千万不要为了利己呢乱用它。以后当你游历异国的时候呢，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人要你在市集上面扮演魔术师的角色，他们会让你检查这个证明那个，但你要记住这种事情你千万不要去做。这种能力呢，只能使你帮助人，不可以使他贪图利己。使用第三眼，无论你见到什么只要记住，凡是可以危害他人或者是有碍于其他人正道的事物都不要开眼去看，因为这些人必须去选择他自己的道路。因此呢，孩子，你只要告诉他们应走的路就可以了，以使他们继续走他自己的路。你可以帮助病人救苦救难，但千万别改变人家的命运。最后呢，米亚唐达布喇嘛呢就向罗桑透露说，这个拉萨的首领喇嘛要在这几天之内召见他。届时呢，他将跟这个小罗桑呢到布达拉宫进行数个星期的参访。而首领喇嘛呢是格鲁派中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喇嘛呢在藏语是意为上师的意思。这一名称呢最初是由明代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安达汗赠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的，称其为圣识一切瓦齐尔首领喇嘛。而首领喇嘛的宗教地位呢，主要源自于藏传佛教，认为其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在一个星期一的一个早晨呢，米亚唐达布喇嘛就找到小罗桑，通知他呢，跟他一起去参访布达拉宫的日期已经排定了，时间就在这个星期的周末。而罗桑即将被引荐给首领喇嘛因此他的觐见呢必须合乎礼仪。于是米亚唐达布喇嘛呢就开始教他应该怎么做。到了布达拉宫里面的时候他应该把视线放低进入大厅内距离首领有5尺的样子必须伸出舌头，屈膝敬礼，然后平伸双臂，躬身向前，1叩首，2叩首，3叩首。接下来呢，跪着低着头，将哈达呢置于首领的脚上，再恢复原位。经过几次的练习之后呢，罗桑已经把这些动作做得十分规范了。到了星期6的早晨呢，米亚唐达布喇嘛就带着小罗桑步行下山，前往了布达拉宫。两个人从查克波里寺的山脚下转向布达拉宫，穿越了一群热切的观光游客和朝山者。这些人呢，来自于西藏的各地只是为了来看我们所称的首领喇嘛的这个住处。有些人为了朝拜这个至圣之所呢，一连步行数月之久，而且有些人还是爬着前进，有些人呢是一步一伏拜的那种前进。而首领喇嘛的住所呢，是位于建筑物的顶端，无人可以住得比它更高。在这栋建筑的外面呢，有一道宽大的石阶，直达其上，长而且高。很多的官员为避免徒步之劳嘛，很多都骑马而上。布达拉宫呢，位于一座小山之上，是个独立自主的山城。所有的西藏的一切的僧俗事务呢，都在这儿推行。这座建筑呢，是全西藏的心脏，也是一切思想和希望的焦点。它虽然只有330年的历史但它处在一座更古老的地宫地基之上。在此很久以前呢，山顶上面曾有一座要塞。这座山原本是一座火山在它的下面深处有一座巨大的溶洞，里面呢有许多小径通向四面八方。其中有一条路的末端呢，在里面还有一处湖泊，只有极少数几个特权的人物去到过那里，很多人呢都只是听过传闻而已。说罢呢，他们已经来到了布达拉宫的最顶端了。一些警卫呢看到了米亚唐达布喇嘛到来立刻将大门推开，两人继续前进直到到达了屋顶的极顶之处。首领喇嘛的前生前世的坟墓以及现世的私宅呢，都在这里。入口处挂着一面巨大的栗色的狸毛帘幕，有人将它拉开呢，让他们进入一个有青色瓷龙守护的大厅，于是受到了召见。罗桑既有些迷惑，又感到不知所措，但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将来必有更苦或者是更艰难的路在等着他去忍受。此时呢，米亚唐达普喇嘛就告诉罗桑现在他该进去了，只要按照之前教他演习那样做就好了。说罢呢，轻轻用力一推呢，罗桑就进去了。他进去之后呢，有点不知所措，而首领喇嘛呢就在那里。他坐在一只番红色的绸垫之上，穿着那个与普通喇嘛没有两样，唯一只有头顶戴着一个黄色的高帽，上面的垂饰呢垂到了肩上。罗桑低头向前走去做完了一系列的礼节之后呢，首领喇嘛开口就说年轻人我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你本身呢原是一个有眼通的人，后来因为开了第三眼而使得这种能力呢大大增加。我有你前世转生的记录，也有星象家的预言。你将目睹死亡、毁灭和冷酷，都是你在现在想象不到的。前途呢虽然遥远艰辛但你将一如预测一样呢获得最后的成功。
最后呢，首领喇嘛允许二人在这里待上几天的时间，探视这座建筑中一些不为人知的部分。米亚汤达普就告诉小罗桑说在这座布达拉宫的底下呢，有若干过道和房间，已经有200多年没有开放了。从这些房间里呢，能够学得更多古老的西藏史诗。于是呢，侍者喇嘛就带着2人来到了屋顶上的其中2间房间。罗桑就吃了一惊这里正好就面对着拉萨平原。而第2天呢，他们即将进入这座古老宫殿中的地下密道，在里面他们会发现什么呢？又会看到什么样的史前遗迹呢？让我们下集再见喽。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集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哟。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下方留言当中选出1位幸运的粉丝。奖品的内容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这一些书籍还有小唐抱过的娃娃。那抽奖的标准是什么呢？抽奖的标准呢，就是我会在节目下方留言当中呢，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所以大家要多多留下精彩的留言，吸引我的注意哦。搞不好下一位粉丝就是你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